因为诅咒，猫族里的雌兽都已经丧失了生育能力。为了生个强壮的崽崽，我一眼就看中了体育学院的黑皮校花。她身高190，8块腹肌，宽肩的身材看得本庙心动。这么强壮的雌性，一定能养育出很健壮的猫崽子。在我激烈追求了黑皮校花3个月后，终于成为了她的男朋友。这次我终于能有自己的猫崽崽了。黑皮校花也一点没让我失望，她的体力好得要命，完全超出了我预估的次数。然而几个月后，她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，我崩溃的睡不着觉，却听见她和好闺蜜的对话。每次都吃女性避孕药，不想怀孕吗？是。我就知道你还忘不了文学院的校草。我这才知道他没有踹崽成功的原因是人家根本不想给我生崽崽。既然这样，这个雌性我不要了。就在我和别人离开时，他却将我强行带走。他变成了一只黑豹，尖锐的利齿咬着我的脖子，金色的兽瞳里发出嗜血的光芒。早上醒过来，我不敢表现得太明显了，怕女朋友发现我不是人。普通男孩子被翻来覆去几个小时，早该累得手指都抬不起来，我这会儿却精神抖擞。为了不露出猫叫，我只能假装自己已经睡着了。实际上我不止没累，还想再来。叶晨，我带你去洗一洗，这样睡得更舒服些。他拿着毛巾，细致地帮我擦干刚打湿的肩膀。我佯装睡着，身边传来女人起身的动静。白宁冰去了阳台，随后他拨出了一通电话。猫族的听力极好，就算他把阳台的门关上，我还是听得清楚。上次的药用完了，你给我再拿去，那可是1个月的量，你3天就用完了。老大，我劝你节制一点。用药？什么药？我立刻联想到提升持久度的药，但白宁冰的体能强大，跑完马拉松都不带喘气的，他需要用药吗？每次都吃女性避孕药，你不想怀孕啊？是，我就知道你还忘不了文学院的白月光校草。啰嗦，明天把药带到学校。白宁冰挂断了电话，他回到床上朝我靠近，想拦住我的腰，我却转过身体远离他的触碰，心脏像是撕裂一样疼痛。要知道我和他在一起就试图他体力好能养崽，起因是猫族的雌性都丧失了生育能力。我为了能生崽，特地挑选了体育学院成绩最优秀的田径运动员白宁冰当女朋友。白宁冰人如其名，是一个黑皮体育生。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学校田径运动会上，她短跑打破了全国纪录，跑完后别的运动员汗水淋漓，白宁冰连气都没喘一下。我当时看得两眼放光，激动的猫耳朵差点露出来。这不就是我要找的孩子妈吗？在我狠追了小半年后，终于成了她的男朋友。白宁冰不止宽肩窄腰大长腿，体能还比普通人好得多。我要不是一只猫妖，说不定早被他拆得4分5裂了。普通的小猫咪这么高强度的情况都该受孕了，更何况我还是一只化形的猫妖。可她迟迟都没有怀孕，我怀疑过自己不够努力，都没怀疑是白宁冰用了避孕药。我咬着小拳头，眼泪从眼角滚落。隔天一早，我早早起身，从书包里翻出纸笔，写下分手2个字，扔到餐桌上就走了。追了白宁冰这么久，我其实早就喜欢她了，可不能养崽的女人有什么用？拉黑了白宁冰所有的联系方式，我回到宿舍，蒙着脑袋准备大哭一场。没一会儿，就听到室友吴恙扯着我的被子。叶晨，白宁冰在宿舍楼下，他想见你。我跟他已经分手了，不会再见他了。啊！你昨天不才说要让白宁冰生孩子吗？整个农学院都知道我喜欢体育学院的白宁冰，喜欢到发疯，就连期末作业都不守了，都要亲自去参加体育学院的运动会。一时间室友都无法理解我竟然不喜欢了。为了不让室友们多问，我想也没想就撒了个谎。我已经找好了女朋友了，专找技术好的，她和别人比差远了。我噼里啪啦说了一大堆，掀开被子从床上坐了起来。我看到室友打开的手机页面，我傻眼了。手机屏幕显示通话中，联系人正是白宁冰。和白宁冰交往后，室友们让我把他的联系方式交出来，为的是方便找体育学院的好苗子，一有好的就介绍给他们。没想到他们真的会打过去。电话里传来白宁冰略带哭腔的声音。叶晨，你可以的。白宁冰1.9米的大高个竟然发出这样的声音，我鼻尖一酸，差一点就忍不住冲下楼了。又想到昨天夜里他的那通电话，我深吸一口气。他干脆从体育学院辞职去表演学院好了。装的可真好啊！白宁冰，我们结束了。我让室友挂断了电话，从此白宁冰的名字在宿舍里成了禁忌。几天后，哥们给我打来电话，他猫咖的头牌被人疏身了，让我过去顶2天。好闺蜜开店不容易，到她店里后变回了原形，一只脑袋圆滚滚的长毛3花小猫出现在前台。我刚变回原形，一群猫就跟潮水一样围了上来。你们都绝育了，除了能弄得我毛上都是口水，还能做什么？被我哈了一下，这些猫全都瑟瑟发抖，不敢招惹我了。更别说没化形的普通猫是不能给我踹崽的，已经有生殖隔离了。
我坐在桌子上，只要有客人来，就做出招财猫的手势，然后不是哄他们买冻干和罐头。我听得懂人话，能配合各种指令。一上午营业额直接爆了，店里响起噼里啪啦的到账声音。这时候店门又开了，我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，来人竟然是白宁冰。我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喜欢猫了。他来店里后买了些打理宠物毛发的工具，难不成他打算养猫狗之类的宠物了？以前也没听他说有这样的爱好。你知道苏玲喜欢猫，特地来给她买猫吗？白宁冰的闺蜜撞了他一下，脸上露出暧昧的笑容。我心猛地一沉，堵得厉害。一次我把小猫放到他怀里，他脸色一变，立刻跳到2米远。我以为他不喜欢毛茸茸的动物，原来他也会为了喜欢的男生到这种地方来为他买小宠物。白宁冰朝着我走来，蹲在我面前，专注地看着我圆滚滚的脸，想用我讨好他的白月光。他做梦去吧！我伸出爪子，猛地朝他拍去。我自以为我的动作已经很快，普通的小猫都躲不开，更别说人类了。可他竟然躲开了！他不止躲开了，还用抓住了我脖子上的毛把我提了起来。我又是哈气又是抓闹，却怎么也碰不到他。老板，我要买这只猫。我心里冷笑，闺蜜怎么可能会把我卖给他？死了这条心吧。但下一秒我笑不出来了。闺蜜出去进货了，前台是新来的员工看守。我拼命朝员工挥爪子，但还是没能阻止他用3000块把我卖给了白宁冰。接下来我还不能当众暴露身份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把我放进了航空箱里。本以为他会把我送给苏玲，没想到他把我带回了家，估计是等明天去学校再把我送走吧。等晚上找到机会我就逃。白宁冰给我喂猫条的时候，我赏了他几巴掌，他居然没生气，反而继续把脸凑过来。小喵，吃一吃这个味道的猫条。我一巴掌拍到他右边脸上，血丝顺着他脸颊滴落，他都没生气。我心底泛起了嘀咕，他不会是变态吧？吃完2根猫条后，我趴在笼子里睡觉，懒得理他。他又揉了揉我的脑袋毛后，脱下衣服准备去洗澡。完美的8块腹肌，大长腿。我咽了咽唾沫。白宁冰的身材确实很好，可惜我不要脏了的女人。听到浴室里传来淅沥沥的水声，我连忙打开箱子，从里面爬了出来。我变成人形，准备跑路，却在低头的一瞬间，发现情况完全不对劲。这才想起变成小猫前，所有的衣服都放在店里。我现在总不能这样出去吧？此刻我无比懊悔和他分手的时候太决绝，家里一件衣服都没留下来。在四周瞅了瞅，我看到了白宁冰的衣柜，从里面翻箱翻，找出了一条宽松的短裤套在身上。她身材高大，裤子套到我身上都可以充当上衣了。就在我准备把短裤提起来的时候，身后传来开门的声音。我本能的扭过头，看着从浴室里裹着条浴巾出来的白宁冰。白宁冰看着我，我看着他，我们2人四目相对。我想要变回猫已经来不及了，更要命的是我双手提着的短裤还挂在腰间。他肯定会觉得我是变态吧，一定会这样认为。分手跑到前女友家里裸奔，还偷穿人家裤子，这换做谁都会觉得是个变态吧。可白宁冰脸上没有丝毫厌恶的表情，反而冲过来把我抱在怀中。我想推开他，你别碰我！他的力道很大，紧紧地把我抱在怀中。叶晨，是我不好。他的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说他以为我这次回来是为了找刺激？白宁冰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衣服的钱我会还给你的。我更加用力挣扎，白宁冰却抬起头，1.9米的大高个的他却眼眶发红。他这副委委屈屈的模样，像极了我在猫咖里见到的小猫咪。叶晨，我脑子笨，已经在学习了，我可以多学几次，你不要放弃我好不好？他温热的气息喷洒在我的脖子后，原本清澈的脑子变成了一团乱麻。我说他无趣，他竟然在学习这些东西。甚至见到我偷偷跑到他家，他也没有生气，甚至眼底还流露出了一丝欣喜。见我不再反抗，白宁冰低下头吻上了我。他还说自己很笨，明明学得这么厉害，那条单薄的裤子根本阻挡不了什么，很快就被扔到一边。就在我沉沦时，他皱着眉，并没有打算去开门。已经到了临门一脚，我也不想去理会别的事情。白学姐，我是苏玲，你让我帮你找的东西找到了。听见苏玲的声音，我原本混乱的脑袋瞬间恢复了清明。这才几天啊，他就已经把苏玲约到家里来了。我用力推开他，你的好学弟来了，不去开门吗？白宁冰的眼底竟然浮起了一丝心虚。我没有看错，他眼底的心虚更坚定了我的想法。趁着白宁冰去开门，我穿上他的衣服，
打开窗户跳了出去。我跑出去后，很快收到了一条陌生人发来的消息。叶晨，在你的眼里我到底是什么？难道在你的心底，我就是一条挥之即来呼之即去的狗吗？我之前把白宁冰所有的联系方式都删除了，这是他重新换的手机号码。我没一丝犹豫，把他新的号码拉黑了。室友们都震惊我的决绝，只有我自己心里清楚，和白宁冰在一起是没有结果。我到人类社会来，就是为了能有仔仔和白宁冰偷偷用女性避孕药。我和他在一起是不可能怀孕的。我唯一的选择只有和他分手。农学院上课的地方是学校后面的地，地里到处都是泥。没想到的是，苏林竟然会主动来找我，苏林竟然也会到我们这种地方来。叶晨，有没有人跟你说过，你这种乡下来的和我们这些千金少爷有很大的差距？你连我都比不过，凭什么觉得自己能高攀得上白宁冰那种大集团的千金？我老家是在长白山里，那里灵气充沛，在普通人眼里倒成了乡下来的。大少爷，你踩到我的作业了。他抬起脚，一脸嫌弃。苏林故意扯了扯衣领，露出脖子上的红痕，装作一副回味的模样。体育生就是不一样，比别人都要厉害，但他不知道我是猫妖。我的嗅觉超出常人，什么味道在身上沾了后，哪怕洗完澡过了4、5天，我都能觉察得到。闺蜜时常打趣我不该去农学院，应该去警察学院当警犬。可苏林身上根本没有白宁冰的味道，白宁冰没有碰过他。我没兴趣和他在这里胡扯，转身就要离开。下一秒，他却抓住了我的手。我只要一用力就能把他甩开，但他不是白宁冰那种结实的身材，他的身材瘦得跟纸片一样，薄薄的一层。我怕自己太用力把他甩飞出去，弄出人命，反给了他可乘之机。突然，苏林身体重重摔倒在地，手臂和我的锄头撞到一起，锄头几乎贴着他的手臂落下，他疼得闷哼了一声。与此同时，我敏锐觉察到身后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。我转过头一看，果然见到白宁冰正在飞快跑了过来。他速度快得出现残影，比他参加全国大赛的速度还要快。我心里默默叹气，得了，我成人类小说里的恶毒男配了。明明我的手腕被苏林捏得生疼，我反倒成了坏人。然而，白宁冰看都没看苏林一眼，他走到我面前，抓起我的手腕，眼底流露出一丝心疼。我听到他喉咙里发出一声类似野兽的咆哮。叶晨，都怪我，没有早点过来，让你的手受伤了。我嘴角一抽，你没看到苏林流血了？白宁冰听到我说苏林2个字，这才回过头看向苏林。谁允许你碰他的？我都舍不得在他手上留下痕迹，你怎么敢的？白宁冰的瞳孔剧烈收缩，让我这只猫妖都感觉到了后脊发凉。他是真的生气了。苏玲几乎腿软地倒在地上，她雪白的裙子被泥土弄脏，却站都站不起来，空气中甚至弥漫起了一股尿骚味。你别得意，你以为你能跑得掉？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，你知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东西？还没等苏林说完，随后白宁冰带着苏林离开了。当天晚上，学校的群里就传来消息，文学院的大才子苏林转学了。据说他连宿舍里的东西都没有整理，就急匆匆地转校了。接下来的1个月里，白宁冰再也没来找我。我当猫咖帮闺蜜的忙，恍惚中看到白宁冰躲在门后看我，等我再回过头，她已经消失不见了。我自嘲地想，自己肯定是魔怔了。白宁冰不过是个普通人，他怎么能知道我就是这只三花猫？这时，我突然想起苏林曾经说的一句话你知不知道白宁冰是个什么东西？这时，一只超大的缅因猫朝着我走了过来。普通的猫除了喵喵叫是不会说人话的，除非这只猫也是只猫妖。抬眸，缅因猫朝着我摇了摇它那只松鼠一样的大尾巴。我看了它好几眼，这才认出这不是我邻居家的梦景川吗？不过它很多年前被人类当成流浪猫给带走了，之前灰不拉几的，现在高大又威风。它站在我面前就是一座小山，但身上全是腱子肉，不是大橘猫那样层层叠叠的肥肉。你这些年跑哪里去？好硬，跟钢板似的，身体已经不是肉身了。他这是练成了金刚不坏啊！我被道士看中，带我回道观修炼几十年。难怪他被人类抱着都不挣扎，感情是找到了一个好去处。有一说一，他舔毛的技术还是那么好，不愧是我的小弟，这毛舔的就是舒坦。
在猫界都是地位低的给地位高的舔毛。以前在老家的时候，孟景川就是这样给我舔毛的。你们快看啊，那只三花猫平时谁都不待见，就只和这只棉衣猫关系好，两只猫猫颜值也好般配啊。这要是有仔仔的话，不知道颜值多高。普通人听不懂我们两个人的对话，只听得到我俩在那喵喵叫。我愣了愣，低下头朝着孟景川下面看去。棉衣猫的毛发很长，我用爪子扒拉了一下它的毛发，它居然没事，我心里震惊。大约在10年前，我老家发生了一起诅咒，所有的母猫一夜间都失去了生育能力，想要生灾，只能去找别的种族生灾。我这才想起孟景川被道士带走，没有留在老家，所以他的能力才得以保存完整。叶晨，我知道你发情期到了，但是不要这么着急，这里人太多了，我们是开了灵智的猫妖，不是普通猫，不能当着人类的面表演猫骗。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我就只是好奇而已。如果是在1年前，我知道它是母猫，或许会想和它生灾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现在脑袋里想的全都是它的脸。我算到你发情期到了，想要生灾才回来的。在别人的眼里，我和它打得火热，完全没注意到店外的他，眼神阴沉的可怕。周一开学，孟景川转到了我们班，我这才知道他带的不是普通道观，那是龙虎山最大的一座，全是滔天。他无时无刻缠着我，全校都开始疯传，说我踢了校花，跟这个外国混血儿好了。结果这天下午，他鼻青脸肿的出现了。不是，你吃猫薄荷吃多了？我没有，我是被人给揍了。你撒谎也要有个限度，哪个人类能揍得了你？我猜对方可能不是人，可是学校里没有妖气，咱俩就是唯二的妖怪了。只能说明对方是一只强大到可以隐藏自己妖气的大妖。他脸上的恐惧不是假的，再次见面以来，我从未见他露出过这种表情。背后有龙虎山撑腰，还能吓成这样，说不定真的是什么恐怖的存在。这几天我一直觉得有人跟在我们身后，对方速度极快，还能和风融为一体。他的话一下子提醒了我，我这才反应过来，这几天背后确实有一阵诡异的风。叶晨，你干脆和我去到关躲一段时间吧。我猜测对方还在试探我们两人的妖力，要是让他发现我们两人不是他的对手，一定会对我们出手的。孟景川说的很有道理，学校现在确实不安全了。叶晨，要是道长也无法解决那只大妖，我们可能没办法回来了。你舍得你的前女友吗？这段时间他总问我要不要生灾，我都拒绝了。没想到这一年和白宁冰的点点滴滴，他从来没有生过气，反而吻着我的手。我吃不惯人类食物，他就一直学到我爱吃为止。他的温柔和关心都不是假的。孟景川跟着道长学习多年，他立刻拿出符纸想要对付那只黑影，可强大的妖气让他的符纸瞬间化成了灰烬，一股强大的气流冲了进来，把孟景川冲撞到了后座上。等我再次清醒的时候，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床上，我想要起身，却发现自己双手动不了。醒来时，面前竟是一头比我大10倍的黑豹，虽然没有化成人形，但这声音绝对是白宁冰。难怪我从未察觉，他的妖气实在太过强大。我跟他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妖怪，难怪那天他发怒的时候，我会感觉到本能的害怕。叶晨，是不是我换上你的仔仔，你就不会和他走了？明明是你偷偷吃女性避孕药，不想怀孕的，现在又要怀孕，白宁冰，玩我有意思吗？叶晨，不是的，我没有不想怀孕，天知道我多想和你有自己的崽崽，但我之前不知你是猫妖，怕生下幼崽暴露。叶晨，你太聪明了，用猫薄和隐藏妖气，我一直没有发现，直到那天在店里看到你，才发现你的身份。可那又怎么样？那天要不是我在你家，你恐怕已经和苏玲在一起了。我没有喜欢过苏玲，我们家在100年前就融入了人类社会，苏家我家在商业有往来。有一次他到我家老宅，看到了我的真身，我本想杀了他，但是人类社会杀人会造成影响，所以放了他一次。本以为他会就此收敛，却没想到多次上门挑衅我。我怕他告诉你，
所以只好每次把他支走。后面家里研制出了失忆药，才把他送走了。所以叶晨，我没有背叛你，也没有不想和你生灾。你不要跟那只猫走，好不好？可是你不该伤害孟景川，他什么都没有做错。是吗？白宁冰拿出手机，屏幕里竟是孟景川在施展符咒。师傅放心，我已取得那猫妖信任，他警惕性很高，再待一段时间就能把他骗过去。我心底大惊，没想到孟景川竟早就背叛了我。我去调查了，他根本不是去的龙虎山，而是去的一个供奉邪神的道观。他这几年为了修炼伤了不少人，我已经去联系妖管局的人，他很快就会被逮捕。他为了和我在一起，一直隐藏身份，我何尝不是？看到他做的一切，我还有什么理由离开呢？